国古人看来，宇宙原本是混沌的一片虚无，所有的一切都诞生于天地分开的一刹那。这样的情景不知持续了多少年，直到人类开始出现。在文字没有出现前，每一个民族几乎都有一个传说中的人物，他既是部族的首领，又是人类的祖先。在中国远古的传说中，这个人就是伏羲，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远古先民几乎所有的智慧，而我们的叙述就从伏羲开始。爹，我来吧。好，好，走，我们回去。这是一个平常却又充满欢乐的夜晚，部族中的人们在分享着白天收获的喜悦。即使是在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，这个部族生活的丰富程度也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绳结被用来记录部族中发生的重大事件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——捕鱼。不过，这个时候渔猎已经不是人们获取食物的唯一手段。同时，
他们也告别了洞穴的群居生活，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部族聚落。开启这道文明曙光的，正是这个部族的首领伏羲。然而，眼前的欢乐景象并不能使他陶醉，在他的心中总有一丝隐忧，那是关于这个部族曾经经历过的种种磨难。他们似乎总是无法避免，而且还经常不期而至。往往在一夜之间，我们建造起来的家园就会化为乌有。有的时候，旱涝又会席卷我们精心种植的土地，让我们颗粒无收。天地之间，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种无形的魔力在决定着万物的生存与毁灭。下雨了！下雨山洪来了，大家赶紧上山，快！家园又被淹没了。正是这个能够隐约感觉却又无法琢磨的魔力，让这位部族首领充满了忧思。他试图去发现这个支配万物的法则，并进而认识和掌握它。直至今天，人们依然相信，伏羲不但是一位杰出的部族管理者，而且是一位敏感的、勤于观察和总结的智者。这位部族首领首先要把他的目光投向那片永恒的星空。多少年来，这片浩渺的星空不但给人以敬畏之情，更带给伏羲最原初的启示。在这些无以计数的星星中，伏羲试图找到它们之间隐秘的联系。在天空的一隅，
这7颗最亮的星星很早就引起了伏羲的注意。这7颗连接在一起像勺子一样的星星，似乎是在向他暗示什么。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，在一段时间里，当勺子的柄指向太阳每天升起的方位时，天气开始逐渐变暖，树木会发出新的枝条。这个时候也正是部族中种植农作物最为适宜的时候。当勺子的柄指向每天太阳升起最高的位置，就是一年中最暖和的时候。当树上的果实变红，地里的作物开始成熟的时候，天空中勺子的柄却指向了太阳每天落下的方位。而当勺子的柄指向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正中间方位时，树木会完全凋零，花草会枯萎死去。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当勺子的柄重新指向太阳升起的方位时，天气会再次转暖，万物重又复苏。在我的观察中，这种循环往复不停，而在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也永远没有意外发生。这些至今看来习以为常的现象，在几千年前却激起了这位首领探索的兴趣和欲望。在人类文明曙光出现的前夜，比其他人更善于观察，注定了伏羲将成为部族的先知。但是眼下，先知的心中还被无数的疑问充满。家禽为什么在天气转暖的时候开始发情，而轻柔拂面的微风此时却改变了方向，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吹来。当河面的冰封开始融化，似曾相识的燕子重又飞回旧巢的时候，此时的雨点为什么都伴随着轰鸣的雷声？随着雨水的增多，雷声为何又越来越大？而当果实和地里的庄稼成熟，天气又逐渐转凉的时候，虽然下雨，但是雷声却为何消失？当天气最冷的时候，天空中为什么不再下雨，而是飘下白白的雪花？太阳和树影的关系也曾引起这位部族首领的特别注意。在长时间的仔细观察中，他发现在天气最冷、树叶凋零的时候，太阳下的树影是最长的。而当天气最热、树叶最为茂盛的时候，树的倒影却是最短的。然而，对伏羲来说，观察越多，心中的疑问就越大。他隐约感觉到，天地之间有一个未知的节律，这个节律主宰一切，
不仅是部族的生活要顺应这个节律，万物的兴衰也都在对应着它。但是，在这些纷乱复杂的现象中，伏羲却始终看不清这个主宰的真正面目。这股未知的魔力是如此迷人，又是这样的隐约幽深。伏羲渐渐地进入了冥想的境界。终于，伏羲的冥想有了重大的突破。他发现，表面现象的分析已经不再有效，他必须要借助一个工具，才能接近这个神秘的主宰。这个工具就是木杆。很多年以后，中国人用类似的方法来计算一年中与一天中时间的变化，但在当时，木杆的使用却是一个创举，它对伏羲以后的发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由此进入了新的纪元。伏羲把这根木杆插在地上，用它来观察影子长度的变化。从这一刻起，在这片大地上，这位部族首领正在一点一点地接近他所认为的终极主宰。我明白啦！这个过程是漫长的，但是每一刻都赋予历史意义。这个即将显现的终极主宰，在此后几千年中将影响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，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他将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呢？